新加坡要建核电站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傅海燕部长这次出访英国和法国，签署核安全合作备忘录，建的是核监管机构，聊的是小型核反应堆技术，但政府说得非常清楚，还没决定。那为什么还要去？为什么一个没有核电站的国家要跟全球最顶尖的核监管机构签约？为什么新加坡学者在伦敦攻读核能相关专业，部长要专程去建？新加坡连半座核电站都还没有，为什么政府却要满世界跑，疯狂抢夺核能监管的入场券？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频道。就在前不久，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密集访问英法两国，加上此前与美国签署的协议，新加坡正在悄悄织就一张覆盖全球顶尖核大国的监管合作网。很多人看到新闻的第一反应是，新加坡是不是马上要建核电站了？其实，这是新加坡在任何实质性技术落地之前，先用监管能力换取未来的战略选择权。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傅海燕这步未雨绸缪的棋到底有多精明。要看懂这步棋，必须先看清新加坡的生存战略。我们超过 95% 的电力都依赖进口天然气，这意味着无论中东发生冲突，还是欧洲能源吃紧，全球供应链的任何一次震荡都会对我们造成极大的影响，甚至直接扼住国家经济的咽喉。根据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发布的迈向能源转型2050报告，要在保障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净零排放，低碳且稳定的核能已经无法回避地进入了国家的长期战略视野。但现实问题是，新加坡太小了，在工业区或者任何祖屋区附近建一座传统核电站，无论是物理安全距离还是公众心理承受力，都极具挑战。所以，业界预测将在2030年代初成熟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也就是 SMR， 成了最现实的选项。不过，从纸面选项到落地发电，中间有着巨大的鸿沟。核能不是花钱买几台发电机插上电就能用的，它背后是极其严苛的国际法和技术壁垒。新加坡政府现在的核心逻辑很清晰，在按下启动键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一件事：如果未来某天真的需要核电，新加坡到底有没有能力去独立评估它、监管它，甚至牢牢控制它？新加坡核能外交的第一层逻辑，能力先于部署，用软实力为硬技术兜底。来看一个典型的后发国家核电案例，阿联酋的巴拉卡核电站，从最初的人才培养、监管体系建立，到最终实现商业化运转，耗费了10几年时间。国际能源署的案例研究明确指出，独立且严苛的核监管体系是核电商业化的绝对先决条件。新加坡现在的做法完全契合这一规律，甚至把时间线拉得更靠前。今年4月，新加坡与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签署了监管技能发展协议。紧接着，在6月，傅海燕部长出访欧洲，与英国核监管办公室签署备忘录，并与法国核安全与辐射防护局展开深度交流。这绝不是普通的走访，而是精准的拜师学艺。新加坡政府核能研究小组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建立一支具备独立评估能力的本土团队。通过与美、英、法这些拥有几十年核电运行经验的大国绑定，新加坡正在系统性地引进监管标准、风险评估模型和专业人才培养机制。只有真正掌握了监管和评估的能力，未来在面对各类 SMR 技术供应商时，新加坡才不会被复杂的参数忽悠，才能把能源安全的主动权死死握在自己手里。那么，为什么偏偏是美国、英国和法国？这就涉及到了更深层的地缘博弈。深入分析傅海燕部长出访的这几个目的地，我们会发现新加坡核外交的第二层逻辑。为什么是美国、英国和法国？这3个国家不仅是全球核能技术的输出大国，更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中拥有极高的话语权。在核能这个高度敏感的领域，选择单一的技术来源往往意味着深度的地缘绑定，这对于长期奉行中立、平衡外交的新加坡来说，是绝对不可接受的风险。通过与多个核大国同时建立监管对接网络，新加坡巧妙地分散了技术依赖的风险。比如，傅海燕在英国期间特别考察了罗尔斯、罗伊斯等企业在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领域的研发进展。新加坡不仅是在看技术参数，更是在评估不同供应商背后的政治可靠性和供应链韧性。更绝的是，新加坡在多边框架下也布下了一步大棋。近期，新加坡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2026年至2031年的国家计划框架，这不仅涵盖了环境辐射监测，还将新加坡的核能监管能力建设直接纳入了国际公认的多边轨道。这意味着新加坡的核安全标准从起步那一刻起就是与国际最高标准接轨的。这种在美、英、法以及国际组织之间游刃有余的对冲策略，不仅为未来可能的技术引进扫清了外交障碍，也向周边国家传递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新加坡的核能探索是透明的、负责任的，并且完全处于国际社会的监督之下。这就为接下来的终极目标铺平了道路。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得更远一点，新加坡抢滩核监管的背后，还隐藏着第三层更具野心的逻辑，将监管能力转化为未来的区域核心竞争力。目前的东南亚地区对能源的需求正在成倍激增，包括印尼、菲律宾、越南在内的多个东盟国家都曾明确表达过发展核能的意愿，甚至已经重启了核电计划。然而，这些国家普遍面临着资金短缺、技术积累不足，尤其是独立核监管体系极为薄弱的痛点。新加坡虽然没有广袤的土地来建设大型核电站，但它拥有东南亚最顶尖的科研环境、最廉洁高效的官僚体系，以及最受国际认可的法治基础。这恰恰是建立一个区域性核安全评估与监管中心的完美土壤。新加坡目前的密集外交动作，不仅是在为本国的能源危机铺路，更是在抢占未来东南亚核能规则的制定权。一旦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技术在2030年走向成熟，并开始在亚太地区大规模推广，新加坡完全有潜力成为整个区域的技术认证中心、人才培训基地和安全标准输出国。这是一种高级的生存智慧。既然在地理和资源上处于绝对劣势，那就通过掌握标准和监管来重新定义游戏规则。到那个时候，新加坡不仅能从容应对自身的能源挑战，更将自己在东盟地缘政治中的不可替代性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总结来说，傅海燕部长这波密集的核能监管外交，是新加坡在面对未来能源生死局时一次冷静、务实的战略布局。从解决 95% 能源进口依赖的生存焦虑，到美英法多边对冲的外交智慧，再到图谋区域核安全规则制定权的远大野心，新加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真正的安全永远建立在自身的核心能力之上。那么，作为生活在新加坡或关注亚太局势的你，如何看待核电进入我们的生活？如果未来技术成熟且监管到位，你是否能接受在新加坡的工业区附近部署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